竟敢在宫中勾结逆党！戒严了，快闪开！走，快回家！石头，闪开！戒严，戒严！戒严了，赶紧推他回家！走，回去！走，撤！让开！世子，圣上有令，全城戒严，搜捕逆党，小人不敢违令。你没听到我说的话吗？我父亲旧疾复发，我要去找大夫。侯爷之急，小人已经通告国公了，稍后便会有宫中指派的御医前来。世子稍安勿躁。皇公公血口喷人，臣女何时勾结逆党？到了此刻还敢嘴硬？你看清楚，这是什么？物证确凿，你还有何话可说？这并不是我的东西，在你房中搜出来的，还敢说不是你的？若按皇公公所言，我的屋子在宫内，这张纸是从我屋里搜出来的，便是从宫中搜出来的，那该算在谁头上呢？强词夺理！我看你是不见棺材不掉泪，今日非要叫你知道知道，这宫中不是你能肆意胡为的地方。来人，把他押去慎刑司。你大胆！我乃堂堂尚书之嫡女，长公主殿下亲血的伴读，你有什么资格押走我？就凭咱家是内务总管，够不够资格？自然不够。内宫总管统管的是宫中之事，可我既不是妃嫔，亦不是宫娥，你没有资格处置我。可搜查是太后娘娘下的旨，那便让太后娘娘亲自来问我。皇公公，我念你是宫中老人，与你分说两句。慎刑司要押我，我一介弱女子自难反抗，但也请你掂量清楚，若事后证明我清白无辜，却在慎刑司中有3长2短，您担待得起吗？你既做不了主，那便去找能做主的人，劳您向泰安殿通传一声，就说江雪宁在宫中蒙冤受屈，遭人陷害，还请太后娘娘裁夺。好端端的怎么会有刺杀？于显呢？不是让他看着燕家跟薛家，他人呢？吕先生假装出城进货入狱，已帮着世子将人送回了侯府，并且去寻柳大夫了，不会有事的。侯爷年纪大了，身上都是战场上受的伤，就怕有个万一。马车备好了吗？刀琴去备了。可是先生，您今夜贸然前去，不就暴露您对燕家的关心吗？薛远若是知道了，一定会针对您的。不如还是让我。此事蹊跷，这薛远不是冲动愚蠢之人，他敢出手伤人，就定然还有后手。我不亲自去一趟，实在放心不下。先生，不好了！新无畏出动大队人马，说城外有逆党作祟，将城中戒严了。吕显去找柳大夫，却被拦在医馆里，不让出门。他这是有备而来，故意不让大夫进府。建叔，去把圣上赐我的令牌拿来，我亲自带人进去。是。还有先生，宫里传来消息，说江二姑娘那边也出事了。什么？雪宁，那张纸到底怎么回事啊？你好端端的，怎么会和这种事扯上关系啊？你一个人死不算，还非要拉着我们一起，这算什么道理？纸本来就是从你房间搜出来的，跟我们有什么相干？有人要害我，我自然要拉几个垫背的。想让我不清不楚吃了这算计，想都别想。你这话什么意思啊？难道是怀疑我们啊？若真清白，又有什么可怕的？这件事是从羊脂摘出的，横竖大家都跑不了。与其被人瓜田李下的指摘，不如今夜就一同去太后娘娘那儿分辨清楚。这话说的倒是不错，身正不怕影子斜，咱们解释清楚就好了。想来太后娘娘也不是不分青红皂白的。太后娘娘有旨，要立刻将人押去泰安殿亲自审问。江二姑娘，太后娘娘有旨，着咱家立刻将人押去泰安殿。娘娘要亲自审问。皇公公，那我们可以回去了吧？娘娘说了，所有伴读都要前去，既是审问，总得审问清楚，免得有的人口不服，心也不服。那便走吧。你不是要押我吗？岂敢呢！大人，您行行好，
我娘子生产9代单传，就指这一胎呢。您看，您就让我们过去吧。啊，奉命行事。今日别说是你娘子，就算是你老娘生产，也给我老实待着。你。你来的正好，快把你的令牌给他们瞧瞧。原来是谢大人。大人，今夜城中不太平，您怎么来了？谢某有事要入宫，这位吕老板是谢某的好友，还请诸位高抬贵手，行个方便。怎么，不悦？大人有所不知，我等乃奉命追查逆党，上面若是怪罪下来，奉命？奉谁的命？圣上还是定国公？据谢某所知，圣上已将逆党一案交给刑部办理，几时又成了新武卫的差事了？大人，上师大人这是要入宫去的，这万一在圣上面前提及此事的话，国公那边恐怕更不好交代了。让开！哎呦，大夫，快！我家娘都等不及了呀！快！现在侯府外全是新武卫，我一会儿让刀琴带你们偷偷进去，务必要保证侯爷周全。我有事得入宫一趟，尽快赶回来。恐怕这次你是走不了了。侯爷的伤没有那么简单。什么意思啊？侯爷征战多年，普通的剑伤怎会高烧致死？恐怕这箭头上淬了毒。这不像是新武卫的手法，倒像是宫一城。宁儿，有这么好笑吗？先生，您怎么来了？我若是你，才遭人陷害，捡回一条命，万万是笑不出来的。您都知道了，闹得满宫风雨，想不知道都难。还愣着做什么？现在还在外游荡，嫌命太长是不是？我……这不是去羊脂斋的路吗？文昭阁在那边。今日在泰安殿如何？看出来是谁想害你了吗？表面上是个叫焦蕊的小宫女，可我觉得此事没这么简单。太后在审我之时，大有要追究到底之势，却在审宫女时草草结束，着实奇怪。你不怀疑谁？我心中的确有个猜想，却觉得案死人的心思不该是这般简单下作的手段。可纵观全局，此人有能力收买宫女，得知4句逆言的全貌，且能提前做好准备，绝非是在皇仁里查抄宫禁时他得知就能办到。他必定是提前许久便已知晓，方可从容不迫。但我并没有确凿的证据。并非所有事情都需要证据。太后的反应已经说明了许多。这倒是。太后虽然想借着此事扯上燕家，但若要对付我，她犯不着如此弯弯绕绕，只可能是那一个她想保下的人。既然你有了答案，准备如何应对？我并未做什么愧对于别人的事，他既想害我，若不还以颜色，兴许他还觉得我好拿捏好欺负。今日他既然敢让我不爽快，那往后我必定叫他坐卧不定，寝食难安才是。孤勇虽好，但若不能审时度势，便是愚钝。先别着急动手，想清楚再做才是。谢先生指点。对了，方才你站那做什么？学生蒙张大人查清内情，方能脱险，是以追去面线。张遮，你同张遮认识？
是何关系？哦，没什么关系啊，我就是欣赏。欣赏？张大人素有亲名，是真正的好官，也只有他肯在我遇险时仗义相助，我欣赏他，感激他。你喜欢张哲？从什么时候开始的？燕灵知道吗？我与燕灵只是朋友之情，所以与张哲是男女之情。这是我自己的事。我若是燕灵，便扒了你的皮，抽了你这一身反骨。就当你是往日便听闻张哲亲名，暗生倾慕，今日一朝见了钟情，但也未必不是你的一厢情愿。你倒喜欢他，他却未必能高攀上你。你才高攀，胡说八道什么呀？我才故意说张哲一句，你就急得跳脚，三言两语便暴露自己的弱点。是你宁儿觉得我谢薇是个善类，足以信任呢？还是你觉得世人皆善，对谁都不设防？我若是你，喜欢谁就永远藏在心底，既不宣之于口，也不叫旁人知晓。今日你得亏遇着是我，暂不会对你怎样。倘若他日你遇着他人，想对付你，拿捏你，首先从张哲下手。届时你且看看，害人害己4个字，到底怎么写？你算计我？你究竟想做什么？这话应该我问你才是。方怡与你乃是姐妹，想不到你竟会做出这等下作之事，虐待手足不说，还要毁人名节，你果真歹毒至极。尤姑娘，你怎么打人呢？你这疯子，你成天装模作样给谁看呢？好啊，我今天就真打了你，你又能把我怎么样？你打了江姑娘吗？反了天了，谁准你这样同我说话的？你再说一遍！你平时欺我辱我就算了，但江姑娘是好人，我不准你欺负她。有关人，你放了你！姑娘，姑娘，姑娘，等等我！放了！姑娘，姑娘，咱们不上去拦一下吗？不能拦。今日不仅要惩治游月，更重要的是要让方莹自己想明白。站起来。所以姑娘才要佯装挨打，就是为了激一激方莹姑娘。起来，你是冤啊！臭丫头，你敢打我，你找死啊！我打的就是你，姑娘。以后你再敢欺负江姑娘试试！姑娘，哎呦，江姑娘，三姑娘，你别再打我们家姑娘了。反了反了，我看你是连自己姓什么叫什么都忘了。还有你江雪宁，我往日怎么没看出来，你竟是一个如此卑鄙无耻、下作恶心的小人！尤二姑娘，你这可就是血口喷人了。你我好歹也是同窗一场，我今日本是路过此地，进来歇歇脚，谁知道我会遇上尤方莹出手伤人呢？江雪宁，是吧，姑娘？你说什么？你是嫡，他是庶；你是长，他是幼。嫡姐教训庶妹，本就是天经地义的事。可光天化日，天子脚下，他竟这样无礼，不仅冒犯于你，还险些伤了你性命，还有没有王法？大家说是不是？有什么事情不能好好说呀？这要动手啊！在这儿成何体统了？姑娘放心，我们姑娘自有长算。就是，何必呢？会有人出来讲公道。你受了这样大的委屈，岂能轻易善罢甘休？我们报官吧。啊？你有病吧？瞧瞧，都糊涂了。这样不识好歹之人，若不让他受到律法制裁，岂非让京中所有女子皆可效仿？这往后谁还能遵守尊卑伦常？必须得进牢里关他几个月，保管老实。对，报官，必须报官。对，正是如此。这要报官了，事情就大了。谁要报官？怎么来的是新武卫啊？搞出这么大阵仗！怎么回事？怎么新武卫都来了？不知道。
帮人行事没个规矩，最是心狠手辣。这姑娘只怕是要遭殃了呀！可不是嘛。信我，这姑娘怕是要遭罪。这么大阵仗，说话呀！没听到我们大人说的话吗？谁要报官？他。没有的事，你别胡说。你方才那么大声，聋子都听到了。大人，不过是点小事，不用报官的。这怎么能算小事呢？月儿姑娘方才可是扯着嗓子喊救命呢。他说的可是真的？还请大人明察，动手的其实是我伯父的庶女，且没有打着。回去我让父亲惩罚他就好了，不必追究了。那怎么行？国有国法，家有家规。游方莹若是在伯府犯事，旁人自然管不着；可若是在外面犯事，却是要国法律例来管。这说轻了是打架，说重了那可是想杀人未遂，这还不严重吗？你这姑娘怎么回事？人家苦主都说不追究了，你嚷嚷什么？你嚷嚷什么呀？近日，京中有逆党作乱，圣上早就下过谕令，不许寻衅滋事。你们这是明知故犯？还是说你们跟逆党有勾结？来人，把这俩都给我押了，带回大牢候审。是。小翠，你别跑，是老爷夫人来救你。小翠，小翠，放开我！放开我！姑娘，走！我是公主殿下的伴读，清远伯府的嫡女，你们就这样对我？放开我！姑娘，放开我！放开我！你们要带我去哪儿？把我放开！我什么都没干，我什么都没干！放开我！你们把我放开！放开我！知不知道我是谁？竟敢如此待我！管你是谁，赶紧进去！进去！放我出去！走！你们干嘛要锁我？放我出去！我什么都没干，我真的什么都没干，我真的什么都没干啊！快看，又来人了！这个姑娘啊，年轻的姑娘来了，个姑娘，长得还不错。进去。江姑娘，江姑娘，这些都是你安排的吗？姑娘，看这间的人手都是我平日里最熟的兄弟，你们慢慢聊啊，我出去候着。江姑娘，今日究竟是怎么回事啊？方才在客栈演得不错啊。大人您嘱咐过的嘛，演戏要演全套。不过大人，您为何这么帮他们？不只是帮他们，还是帮我们自己。今日所发生的一切，都是为了救你，方莹。清远伯府是豺狼窝，没有一个人对你好。我只问你一句话：若是失了这伯府千金的名头，委屈你在这监牢常住，你可愿意？没什么委屈的，江姑娘，若不是你，我可能早就死在伯府了。什么名头我通通都不要，我愿意一辈子住在这儿，永远都不回去。有你这句话，我便知道该如何做了。你且在此处养好身子，若有什么需要，尽管向周大人开口，旁的事我来安排。可是我二姐她不会善罢甘休的，她肯定会向你报复，
还有严谨的事。傻丫头，你连我都不相信了吗？游月不肯善罢甘休，那正好，你这一身的伤，我还要他还回来呢。姑娘，这尤家再不济也是伯爵，牢里那2个该怎么处置啊？尤芳莹是我的人，周大人看着办就是。至于另一个，人心不足，蠢笨狠毒，若不叫他学乖些，往后还要出来作恶。这伯府失事归失事，可听说破船也有3分钉，他家这嫡女受宠，总是舍得的。周大人，您说是吧？是。